只见赵老八脚步微微向前一踏，下一刻他便消失不见，再度出现时已是来到了另外一处地带。而他转身回望，只见一道身影正自远处快速飞掠而来，正是宋老头。宋老头飞掠之时，频频回头，生怕赵老八追过来。其实他已经释放出了感应力，正常来说不用回头，感应力的覆盖面积同样可观，但他害怕，他不安，他心里没底，所以才会这般。他眼下后悔极了，先前害怕楚风他们看出通天山峰上第2层的内容，领悟逃脱的方法，所以便将他们2人强行带离那通天山峰。实际上他自己也未能完全参透那离开的阵法，导致他现在只能在这空间世界内逃脱，极其被动。此乃大意所致，是他对自己的实力太自信了，所以才会吃了这个大亏。反倒是楚风深知处境不妙，早早的将底牌抓到手中，直接逃脱了。他真是越想越悔，明明之前行事极其谨慎，不曾想今日却是吃了大亏。到底是谁呢？竟然认识天剑圣宫公主，他奶奶的，真是倒了血霉了。那么多人进来，这个地方只有3个人，怎么就偏偏让我遇到这么一个煞星？宋老头心中极其不爽，本来遇到楚风，他还觉得自己运气爆棚，此时他才意识到他是倒霉到了极点。但他当目光收回，看向前方之际，那张嘴脸顿时变得惨白无比。他看到了赵老八，就立于远处的天际之上，那个笑眯眯的神态，显然是等着他呢。但赵老八身处位置，明明已是进入他的感应范围之内，但若非肉眼看到，他的感应力可谓毫无察觉。眼见不妙，宋老头便身形一转，调转方向。但刚刚调转方向，赵老八再度出现在了他的前方，并且距离依旧很远。他转过头看向赵老八先前所在的位置，发现那里已经空空荡荡。只是这一瞬间的变化，便让宋老头汗如雨下，彻底慌了。他几乎确定赵老八的实力在他之上，眼下这情况逃是逃不掉了。于是宋老头手掌摸向乾坤袋，一把神兵长剑浮现于手中，长剑握于手中，磅礴的气焰如飓风横扫天地。就连此的坚固无比的石头，在其如此威势下，也是出现道道裂痕。那个架势舍我其谁，宛如神魔临世，仿佛已是天下无敌。但宋老头并未动手，而是凝视着远处的赵老八，脸上的恐慌被其隐藏，反而嘴角扬起一抹轻笑。天剑圣宫都困不住老夫，你觉得你可以吗？老夫告诉你，宋某人可不是好欺负的，就算今日老夫不敌你，但也绝对不会要你好过。你自己想一下，你我之前无冤无仇，只因你的怀疑，就非要鱼死网破吗？这真的值得吗？鱼死网破，凭你。然而宋老头话音刚落，赵老八的声音却也随之响起，只不过不是自远处，而是在他的耳边。赵老八已是来到了宋老头的身旁。见状，宋老头身形一转，手中的神兵长剑顺势便刺了过去。但赵老八不闪不躲，反而伸出那比熊掌还大上不少的大手，竟一把握住了宋老头的神兵长剑。这一握，宋老头脸色惨白无比，最后的幻想也破灭了。那可是神兵啊！但赵老八的手掌没有任何防护，甚至连武力都未附加，就凭借肉身，不仅毫发未损，甚至捏的神兵掌剑嗡嗡作响，仿佛神兵掌剑也不如他的手掌坚硬。宋老头立刻松开了那握住神兵长剑的手，但也并未再逃，而是倒退一步后，施以大礼：“大人，是我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竟敢对大人心怀鬼胎。但大人，您也是修武者，弱肉强食本就是修武界的铁则，自古如此。若是早知大人如此修为，您借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啊。所以，并非是我对大人没有敬畏之心，而是大人有意隐藏，我实在看不清。”宋老头眼见敌不过，干脆认怂，也不嘴犟隐瞒之前的意图，而是选择讲起了道理。宋仙姬，那湖中究竟有什么？赵老八问。是天神境的妖物，一品天神之上，比那蝙蝠妖兽还要危险得多，并且数量恐怕不比蝙蝠妖兽少。宋老头说道。赵老八没再说话，而是抓住宋老头的肩膀，离开此地。只是一瞬间，赵老八就将宋老头带到了那湖泊上方，并且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带着宋老头进入了湖泊深处。大人，别，没有冒此风险，也许还有别的出路。宋老头慌了，虽然是使用符人进入的湖泊，但是他却感受到湖泊深处那妖物的可怕。但赵老八速度极快，很快便到达了湖泊最深处，并且下方隐隐间浮现出了一道结界门。看到那结界门，宋老头眼前一亮，同时也松了一口气。显然那是离开此地的结界门，并且是能够深入的结界门。而以赵老八的速度，恐怕现在那些妖兽发现赵老八，但也为时已晚，是拦不住了。看是令宋老头意外的是，赵老八看到那结界门后，却并未继续下潜，反而是停了下来。大人，别停啊！宋老头慌了，而赵老八却淡淡一笑，不予理会。猛然间，这湖泊深处便立刻沸腾，恐怖的气息立刻席卷而来。顺势观望，四面八方都出现了无数只血红的眼睛，那数量非常恐怖，并且每一个的气息都在宋老头之上。显然他们已被湖中妖物包围了。可只见赵老八周身光芒普照，再度散发出宛如明日一般的光芒。下一刻，光芒如刃，竟飞掠而出。紧接着，湖泊中所有血红色的目光皆是消失不见，同时消失的还有那可怕的气息。很显然，那些可怕的妖物尽数被赵老八所抹除。而这一刻，宋老头注意到
在赵老八的额头处还出现了一个印记。看到那印记，宋老头猛然间反应过来，他知道眼前之人乃是何方神圣了。也正因知道了对方身份，他吓得眼睛都比平时大了不少，再度跪了下来。老夫眼拙，竟不知道事。然而宋老头后面的话还未曾说出，赵老八伸出2根手指，便捏住了宋老头的脖子。别说我的名字，你不配。话罢，咔嚓一声，宋老头的脖颈便被扭断，宋老头的鲜血也是不断溢出，但他没死。赵老八似乎还不打算杀了他。